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而非常感人的故事，它就是刘秀祥的故事。刘秀祥出生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望漠县弄林村，那是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山村。4岁那年，父亲病逝，母亲因为悲伤过度，患上了精神疾病，生活不能自理。从那以后，整个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几个年幼的孩子身上。后来，哥哥姐姐相继离家出走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到刘秀祥10岁时，家里只剩下他和他的妈妈了。别的孩子还在玩耍的年纪，他却已经开始做饭、洗衣、照顾妈妈，还要想办法挣钱养家。他是个孩子，却要活得像个大人一样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。他相信，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和妈妈的命运。2001年，他以全县第3名的成绩考入了县城的一所中学。尽管邻居们都不看好，但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母亲去县城读书。没有钱租房，他就在学校附近的山坡上搭了一个简单的小棚子，一张床，一盏灯，就是他和妈妈的家。当时刘秀祥白天上课，晚上去捡废品，周末打零工，每周挣20多元，勉强维持生活。初中毕业，他考上了安龙县的第一中学。为了凑学费，他暑假去了水电站打工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甚至有几次因为疲劳，差点从100多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下去。那个暑假，他攒了1000多元，交完学费后，只够租下一个农户闲置的猪圈作为住所。他用编织袋遮风挡雨，一边照顾妈妈，一边努力读书。高中3年，每天一边学习一边赚钱维持生计的刘秀祥，每天只能睡3-4个小时，靠着意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。2007年高考前1周，他病倒了，最后只差6分，没有考上大学。高考落榜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生命。直到后来，他看到自己日记里曾经写下的一句话，才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。这句话之后，我一下子就释然了。想想那些孤儿，其实他们连爸妈都没有，但是我还有一个妈妈。虽然她的状态可能不好，但是至少有她在，就我有一个家，有一个牵挂。后来经过痛苦的挣扎和思考，他决定还是要用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刘秀祥决定复读，几经周折，他终于找到了愿意接收他的学校。校长在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，还号召全体师生为他捐款。这份温暖让他终于可以安心复习。2008年，他第2次参加高考，成功考取了山东临沂师范学院。当他拿着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他抱着妈妈痛哭。这些年的苦，终于有了希望。大学开学前，
他又开始了打工攒学费的生活。9月，他终于带着妈妈一起来到山东上大学。也是在这期间，他的事迹被媒体发现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。很多人想捐钱给他，但他大多数都拒绝了。因为我觉得上大学之后，我觉得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。换句话，我觉得一个人的困难和挫折，并不是你向他人或者社会索取的一个资本。大学4年，他摆过地摊，做过家教，发过传单，一边上学，一边赚钱给母亲治病。他还拿出一部分钱资助了3个初中捡废品时认识的弟弟妹妹。2012年，刘秀祥大学毕业了，很多公司向他发出邀请，最后他留在山东，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。但没过多久，他听说自己曾经资助的一个女孩要辍学去打工了。那一刻，他决定辞职，回到大山去做一名老师。我就联想到我自己，如果没有梦想，其实在人生的任何一道坎，其实我早已倒下。我觉得是梦想在支撑着我，但是在拼搏的路上，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很多挫折。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你一转身，我就站在你的身后，我能给予你精神动力。我就想回来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同时给予他们力量，然后我就选了回来。我只要改变一个人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回到贵州后，他以全县第1名的成绩成为了一名特岗教师。最多时，一个人教5个班历史，还当3个班的班主任。面对那些迷茫的孩子们，他想尽办法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。贵州当地地处山区，贫困人口很多，人们对教育普遍不重视。为了影响更多的人，刘秀祥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几乎每个乡镇，去做劝学家访。曾经那个在最艰难的时候都不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处境的刘秀祥，开始把自己的故事作为教材，只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读书真的是有用的。你都为你自己不去这样做，你难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张这个嘴找别人。但是我觉得，其实这是给孩子一个希望。其实我觉得人在困难的时候，其实你帮助他多少并不重要，哪怕你给一句好话，哪怕你拉他一把，其实你给他的是一个希望。可是，有些孩子不是不愿意读书，而只是因为交不起学费。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刘秀祥就自掏腰包，甚至借钱给孩子们垫学费。为了帮助更多学生，他到外地演讲，不收1分钱讲课费，只希望主办方能资助2个贫困学生。我每讲一场，你要资助我2个学生就完了。后来我发现这个很好，它能够解决很多。你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出去，可能一天能讲3场，早上1场，下午1场，晚上再来1场，3场就能有6个同学，他就能够得到资助。8年里，他自己资助或帮人对接资助的学生有1900多人，这远远超过了他最初改变1个人的目标。然而，最让他高兴的是，尽管当地仍然贫困，但是教育环境却变了。家长们开始重视教育，孩子们也开始相信未来。社会各界也投入了教育资源，改变学生的学习环境。2018年，刘秀祥成为望谟县实验高中的副校长，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为老师们提供培训，
希望通过影响更多的老师，帮助更多的孩子。每一个孩子他都应该有更好的未来，无论他出生在哪里，在怎样的家庭和怎样环境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那就是我们老师要有这种思想、这种境界和格局，要把它带出来。如今的他已经结婚生子，一家人仍然与母亲住在一起。那个拼尽全力走出大山的少年，又回到了大山深处，用他自己的力量照亮更多孩子的未来。